你有没有试过冬天洗冷水澡？不是那种夏天觉得凉快，所以调低一点，水温的冷是真正的冷，是那种手刚碰到水就想缩回来的冷，是那种你站在浴室里深呼吸3次，给自己打气，然后咬牙把莲蓬头对准自己的冷，第1秒你的身体做出的反应是不是不舒服，是一种更原始的来自脊髓深处的抗拒，肌肉瞬间收紧，皮肤上的每一个毛孔都在尖叫，你的大脑用它能想到的最大音量在喊这不对，快出去快出去。但如果你撑过了那最初的30秒，如果你强迫自己在那股冷水里再多待1分钟，一件奇怪的事情会发生，那种尖叫开始变小，呼吸开始变深变慢，然后你感觉到了某种东西，不是温暖，是一种从身体内部升起来的热，一种不依赖外部温度，完全从自身产生的热。你的皮肤还在被冷水淋着，但你开始感觉到某种奇怪的活着的感觉。大多数人把这个归结为意志力，归结为克服了恐惧之后的成就感。但这不只是心理作用，那股从内部升起来的热是真实的生理反应，是你身体里一种几乎被所有人遗忘的沉睡多年的组织突然被激活了。那种组织叫做棕色脂肪，而它被激活的那一刻，你的身体正在做一件让大多数减脂方法都相形见绌的事情。今天我们要把这件事儿说清楚。但在说棕色脂肪之前，先说一件可能会颠覆你对脂肪认知的事情。你以为脂肪只有一种，那种软软的黄色的堆在肚子上和腰上的脂肪，那种你想要减掉的脂肪，那种被你视为敌人的脂肪，这种脂肪叫做白色脂肪。它的工作很简单，储存能量，把多余的热量打包成甘油三酯，锁进脂肪细胞等着备用。它是一个仓库，一个被动的惰性的只进不出的仓库，除非你知道足够大的能量缺口，否则它就在那里不动，不响应，不配合。这就是你减脂时面对的那个顽固的敌人。但你的身体里还有另一种脂肪，颜色不一样，功能不一样，工作逻辑完全不一样。棕色脂肪，棕色脂肪不是仓库，它是熔炉，它的细胞里塞满了线粒体，密密麻麻的线粒体，多到让整个细胞呈现出一种深棕色，这就是它名字的来源。而线粒体是产生能量的地方，是燃烧燃料的地方，但棕色脂肪里的线粒体和普通细胞里的线粒体有一个关键的区别。普通线粒体燃烧燃料是为了产生 ATP， 也就是细胞用来做事情的能量货币，燃烧、产能、利用，这是标准流程。棕色脂肪里的线粒体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叫做解偶联蛋白1，简称 UCP1。这个蛋白质做的事情在生物学里有点离经叛道，它让线粒体在燃烧燃料的时候不产生 ATP， 而是直接把燃烧的能量以热的形式释放出去。换句话说，棕色脂肪里的线粒体是一个专门用来产热的熔炉，不是发电机，是暖炉。它烧掉燃料不是为了储能，而是为了产热，纯粹的、直接地、不留余地地把热量释放出来散掉。这个过程叫做非颤抖性产热。当你在冷水里感觉到那股从内部升起的热，那就是棕色脂肪的 UCP 胰蛋白质在工作，那就是你的熔炉被点燃了。而熔炉需要燃料，燃料从哪儿来？从白色脂肪来，从你血液里的葡萄糖来。棕色脂肪被激活的时候，它会向周围组织发出信号，动员白色脂肪释放脂肪酸，把这些脂肪酸运送进来，扔进熔炉烧掉，变成热。你的白色脂肪就这样被棕色脂肪当成了燃料，这不是比喻，这是真实发生的代谢过程。现在你可能明白了，为什么冷水澡和棕色脂肪的关系让研究者这么兴奋。激活棕色脂肪等于激活了一个主动消耗白色脂肪的系统，一个不需要你运动，不需要你节食，可以在你什么都不做的状态下持续燃烧脂肪的系统。但这里有一个问题，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你的棕色脂肪还在吗？婴儿出生的时候，棕色脂肪占体重的比例是相当可观的，主要分布在肩胛骨之间、脖子后侧、锁骨附近。这不是设计上的浪费，这是生存必须。婴儿的体表面积相对体重大，散热快，体温调节能力弱。棕色脂肪的产热系统是它们维持体温的重要机制，但随着你慢慢长大，棕色脂肪开始减少，不是消失，是沉睡。成年人的棕色脂肪主要集中在锁骨上窝、脊柱旁、肾脏周围等几个特定位置，总量相比婴儿期大幅减少。而且在长期不受到寒冷刺激的情况下，这些棕色脂肪的活性会降到极低的水平，几乎像是关机了一样。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是棕色脂肪的天然杀手，空调把室内温度维持在25、6度，你的身体永远不需要启动产热系统、羽绒服、暖气、热水澡，把所有可能触发寒冷反应的情境全部消除。你的棕色脂肪从来没有接到过激活指令，就这么一直沉睡着，这是一场能量浪费。从你的身体角度来说，一套精密的产热和燃脂系统，因为从来不被需要，慢慢变成了一堆沉默的组织，存在着但不工作，冷暴露是目前已知的最有效的棕色脂肪激活方式。当皮肤感受到寒冷，温度感受器把信号传递到下丘脑，下丘脑通过交感神经系统向棕色脂肪发出指令，同时释放去甲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是关键，它和棕色脂肪细胞表面的 A3 肾上腺素受体结合，触发细胞内部的信号级联，最终激活 UCP1 蛋白质，熔炉被点燃。与此同时，去甲肾上腺素还会作用于白色脂肪，刺激肢解作用，把白色脂肪里储存的甘油三酯拆解，释放脂肪酸进入血液，为棕色脂肪的熔炉提供燃料。
整个过程从皮肤感受到寒冷到棕色脂肪开始产热，大概只需要几分钟。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冷水里撑过最初的不适之后，会感受到那股从内部升起的热，那不是心理暗示，那是去甲肾上腺素正在工作，那是你的棕色脂肪真的在燃烧。但这里有几个具体的问题需要回答，因为冷水澡能燃脂这个说法很容易被夸大，也很容易被误解。第一个问题，冷水澡能燃烧多少热量？一个被激活的棕色脂肪系统在寒冷暴露状态下，每小时可以燃烧的热量相当可观。一项研究显示，在寒冷条件下，棕色脂肪的产热活动可以使基础代谢率提升 10%到 30%， 持续暴露在寒冷环境中，每天通过棕色脂肪额外消耗的热量可以达到数百卡路里，这个数字比很多人想象的要高。但有一个条件，这是在棕色脂肪被完全激活，持续处于寒冷暴露状态下的数据。一次10分钟的冷水澡，激活效果是真实的，但持续时间和强度都是有限的。冷水澡的意义不只是在那10分钟里燃烧了多少热量，更重要的是它对棕色脂肪的长期训练效果。第二个问题，棕色脂肪可以被训练吗？这才是真正让研究者兴奋的部分。答案是可以，而且效果显著。规律性的冷暴露会让棕色脂肪经历一个叫做冷适应的过程。UCP 胰蛋白质的表达量增加棕色脂肪，细胞里的线粒体数量增多，整个产热系统的效率和容量都会提升。更惊人的是，规律的寒冷刺激还可以触发另一种现象，白色脂肪的棕色化。这个过程叫做白色脂肪棕色化，或者有时被称为出现了米色脂肪。普通的白色脂肪细胞在持续的去甲肾上腺素刺激下，会开始表达 UCP 胰蛋白质，开始获得棕色脂肪的产热能力，从一个惰性的仓库变成一个半活跃的熔炉。你的仓库在持续的训练下，开始自己转型成了熔炉。一项2013年发表在《细胞代谢》期刊上的研究发现，人体在长期适应寒冷之后，腹部等部位的白色脂肪中出现了大量具有棕色脂肪特征的细胞，而这些区域恰恰是大多数人最想减掉脂肪的地方。这意味着规律的冷水澡不只是在激活你已有的棕色脂肪，还在把你的白色脂肪一点一点的改造成更容易被燃烧掉的组织。第三个问题，怎么洗才有效？这是最实际的问题，也是最多人搞错的地方。温度，很多人以为越冷越好，实际上并非如此。研究显示，触发棕色脂肪有效激活的水温大概在14到18摄氏度之间，这大约是你把热水调到最低，剩下的那个温度，不需要冰水，冰水反而会触发过度的应激反应，让身体进入一种以保护为主的防御模式。产热效率不一定最优，时长最初不需要很长，2到3分钟的冷水暴露已经足以触发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和棕色脂肪的初步激活。随着适应程度提升，可以慢慢延长到5分钟、10分钟。方式有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细节，冷水应该集中在脖子后侧、肩胛骨之间、锁骨附近这些棕色脂肪密集的区域，这些位置感受到寒冷，激活信号最强，不只是随便冲一冲全身，而是让这几个关键部位真正接受到足够的寒冷刺激。实际很多研究者建议在早晨进行冷水暴露，原因是早晨去甲肾上腺素的基础水平相对更高，对寒冷刺激的响应更灵敏，棕色脂肪的激活效果更好。另一个被研究过的时机是运动之后，运动本身也会提升去甲肾上腺素，叠加冷水刺激，产热效果会有协同增强，频率每天1次是理想的，但如果做不到，每周3到4次也已经足以触发有意义的冷适应效果。关键是规律，不是偶尔的一次性体验，而是给身体一个持续的足以触发适应性变化的信号。第4个问题，除了燃脂，冷水澡还做了什么？这个问题值得单独说，因为棕色脂肪的激活只是冷暴露带来的效果之一，去甲肾上腺素的大幅升高不只是激活了棕色脂肪，它还进入大脑，在那里发挥神经调节作用。研究显示，冷水暴露后，大脑中的去甲肾上腺素水平可以升高2到3倍，持续数小时。去甲肾上腺素在大脑里的作用是提升专注力、改善情绪基线、增强抗压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每天坚持冷水澡的人说，那不只是在减脂，而是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更清醒、更有能量，更不容易被小事压垮。这不是自我暗示，这是去甲肾上腺素在大脑里工作的结果。冷暴露还会刺激一种叫做脂连素的激素释放，脂连素可以改善胰岛素敏感性，降低全身炎症水平，促进脂肪代谢，是目前已知与代谢健康最密切相关的激素之一。瘦素敏感性也会在规律的冷暴露之后得到改善。瘦素是负责告诉大脑够了不饿了的激素，瘦素抵抗是很多人越来越难控制食欲的深层原因之一。所以冷水澡对代谢的影响远不是一个简单的产热燃脂，它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代谢系统重置，通过激活棕色脂肪这个入口，带动了一系列激素和神经递质的连锁变化，让整个代谢系统朝着更健康、更高效的方向调整。好，现在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冷水澡能疯狂燃脂吗？如果疯狂的意思是你洗了一次冷水澡，第2天肚子上的肉就少了1圈，那不是真的。但如果疯狂的意思是一种你每天只需要投入几分钟的习惯，可以激活一套你身体里已经存在却一直沉睡着的燃脂系统，可以在不改变饮食、不额外运动的情况下持续提升你的基础代谢，
慢慢改造你的白色脂肪，让整个代谢系统的效率越来越高，那它是真实的，而且有大量科学文献在支撑它。这件事的门槛极低，不需要花钱，不需要设备，不需要去健身房，不需要调整饮食计划，你只需要明天早上把淋浴的水温调低，然后站在里面数30秒，感受内骨从内部升起来的热，你已经沉睡了几十年的棕色脂肪正在等待那个信号，给它一个信号。如果今天这个视频让你第一次真正理解了棕色脂肪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冷水澡不只是一种心理锻炼，请给它点一个赞。这是那种你想分享给朋友的内容，因为这是每个人都有却从来没有被告知可以主动激活的系统。订阅这个频道，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见。